小朋友，你确定跟妈妈是在这里见面吗？是的。可是咱们在这都等了这么久了，妈妈怎么还没来啊？再等一下吧。小朋友，你看这个书不太合适，我给你找另一本书吧，找个童话书。我看过很多童话书了，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呀？我最喜欢灰姑娘的故事啦。你为什么会喜欢灰姑娘呢？因为她很勇敢，虽然她的继母和姐姐都对她不好，但她一直都很努力的劳动，没有向命运低头。说的对，还有呢？她还很善良，仙女被她的善良感动了，所以送给了她水晶鞋和南瓜马车，让她遇到了王子，成为了最幸福的女孩子。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一定会遇到美好的事情。那你还喜欢什么童话故事呀？三只小猪。为什么呀？读了三只小猪就明白要勤勤恳恳，要努力，因为没有房子就会受苦，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妈妈就不用搬家了。你跟妈妈为什么要搬家？因为那里面住着新的妈妈和新的小朋友。妈妈说爸爸不喜欢我了，不要我了。不是的，爸爸怎么可能不要你？爸爸他只是不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他不是不爱你。妈妈，宝宝，你去哪儿啊？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们走吧，拜拜。拜拜拜拜。老公，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取消必须要说真话的约定吧。同意。有的时候，相比残酷的现实，人们更愿意相信善意的谎言。走吧。小美，我喜欢你。小美，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小美，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健健，你干嘛呢？我没事啊。走啊，喝点东西去。走啊。小美，我想跟你说，我又没捡吊牌啊，不应该啊。小美，这个送给你。哎，公司又做活动啦，怎么不多拿几瓶啊？你刚才要说什么？哎呀，咱们都是朋友，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跟我说。小美，周末你有空吗？有啊。你要搬家啊？有什么困难你跟哥们儿说。倒也没有。怎么奇奇怪怪的？来，我们现在试一下大秀最前面的灯光。温总监，刚才合作衣服和鞋子少了2套衣服。什么衣服谁在负责？我负责，可我明明已经放在孵化间了。温总监，有2家媒体又不来了，为什么？去别的秀了。万丽，温总监，这衣服怎么办？你问我干嘛？你去找呀。找过了，找不到。那再找。温总监，刘梦小姐想吃烤鸭，她不用的是身材吗？她吃什么烤鸭呢？她刚才说她孵化想吃。我天！衣服，去问我韩青知不知道在哪？不行的话就调监控，联系2家媒体，告诉他们我们会出跟万丽同样的条件，一边是每一次大秀都毫无新意的万丽，另外一边是绝对会让人期待的 Polymoda， 让他们做好选择，千万不要错失了良机。烤鸭，让刘梦死心，马上就要大秀了，吃什么烤鸭？有点纪念精神好不好？当然，
你好好的去跟他说，走走吧，走走走。After the tears have been dried, drop all the fear in your eyes. I can see through your disguise. I still love you. After the shouting is through, the heart a bit battered and bruised. Taking a good look at you, I still love you. 好，那就麻烦你们了。那我不送了，那我先走了。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寻觅。请问您高寿啊？有什么事吗？您来这里，我们难免要进行一下信息的了解。这虽然我们寻觅呢，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相亲平台，但是这中老年客户呢，确实相对少一点。不过您别介意啊，我没别的意思，只要你有要求，我们寻觅都能做到。请问您对您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需求跟期待？我是你们老板的岳父，温柔的爸爸。爸爸？不，您是来找单总的？你们老板在吗？在。进来，爸爸，有人找你。爸。啊，怎么了？我找你想跟你聊聊温柔的事情。您坐吧。我一直把温柔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是真心的认为，回到万利，回到大集团，能让温柔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可是温柔真的很独立，有的时候我想要帮她，她都会拒绝。爸，其实您不用担心的，温柔真的很有能力，她自己可以的。但是困难程度我是了解的。想当年我接手万利的时候，万利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企业。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前妻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风险。那天温柔说的对，万利最大的特点就是逆流，可是逆流必然会困难重重。所以万利一步步走到今天，处处都是障碍，要想跨过去，必然会有所牺牲的。我懂你对温柔的爱，也理解你很尊重她，但是你我都是站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再去创造。而对于温柔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起点。你真的不怕她将来很后悔吗？你愿意看到她的失败吗？你当然不会。我看过温柔的设计稿了，处处都留着万利的影子。她真的很有天赋，是我一直忽略了她。她比温馨更适合继承万利，更适合做万利的鞋子。爸，其实我对万利有所了解，我知道这几年万利的业绩一直都在下滑，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创新，也没有突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想让温柔回去，就是希望消灭一个对手。如果温柔回去了，就只能做万利的鞋子，没有自己的风格了，对吗？我可以给她最好的，给她所有一切的帮助，甚至让她代替温馨，成为设计总监。我也可以给温柔她想要的。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就是她的后盾。我只是希望温柔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会帮您劝她的。文总，您何必非得让温柔小姐回万利了？
他从万历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而且还在不断的成长。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超越万历。那现在他不是自以为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吗？那我就从后盾开始，没了后盾，他自然会回家。这个季度的业绩有了很大的提升，新的算法更新之后，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老板，江先生来投诉了。单老板，是你老婆给我出的主意，那现在你就解决了。先生，您冷静一点，有事我们好商量。你是老板吗？你不是啊，那你就别说话，你说。江先生，您慢慢的说，只有说清楚了，我们才能帮到您。慢慢说，我用得着慢慢说吗？你老婆当初给我出的主意，让我隐瞒我的资产状况，用你们的软件上网相亲，结果来的是个什么人？跟我结完婚以后又离婚，这不是骗子！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你怎么负责？江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袁香香女士，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我们一定会负责。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我希望最后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那我等你的结果。要不我们这边聊啊，不用了，谢谢你。那边齐先生，喂，老板，不好了，江先生恶意剪辑了昨天跟我们的谈判录音，曝光在网上了。什么？把相关消息发给我。袁香香女士，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不可能都会负责到底。你们老板呢？你们老板呢？哪里上去正好呢？快把你们老板叫过来啊！怎么回事？快把你们老板叫来！今儿不退费。大家听我说，昨天江先生发布的音频是经过恶意剪辑的，他扭曲了我们单总的原意，请大家相信我们寻觅。他们就是想推卸责任，今天要退费，今儿不退费，我们就不走了。你说了也不错，我们来，他们老板来了。怎么回事？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你怎么负责？江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袁香香女士，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我们一定会负责。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这是剪辑过的吧？这个和网上的录音哪个是真的？单总，你是想说江先生的证据是造假的吗？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江先生有录音，我们寻觅也有录音。如果仅凭一段未经鉴定的录音就认定我们寻觅在推卸责任，这未免有失公允。那寻觅接下来会怎么做？寻觅的服务一向有口皆碑，大家如果还信任我们寻觅的话，今天我可以在这里保证，一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如果你们对我的服务不满意，想要退费，那就请联系客服，按照合同进行退款。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的信任。如果有想办理退款的会员呢，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记者的关心，我们寻觅会尽快的给出答复，谢谢啊。这个江先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昨天不还说等等结果吗？老板，咱们要不要把那段录音放到网上去，让大家看看咱们寻觅并不是像江先生说的那样？不行，这样会让双方陷入到无休止的争斗当中，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正中背后主使者的下怀。背后主使谁呀？老板说的没错，发布录音一来是会暴露客户隐私，这不符合我们寻觅一贯的原则。
二是会加剧事件的热度，三是会彻底的把江先生推到对方阵营，以后再没有谈判的余地。对方阵营？哪个对方啊？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江先生这儿。只要他愿意配合我们调查，以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件事就能迎刃而解，咱们寻觅的口碑也能保住。对。邹静，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联系江先生。健健，那你就去跟小美一起调查江先生和袁小姐背后的背景资料，还有人物关系。好，老板，还有一个事情比较棘手。现在网上出现一些评论在带节奏，挑起大众对寻觅的反感，而且全部带有温德瑞拉的话题，意图盘污温柔小姐和普利穆达。这种舆论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即将举办的大秀。哦，所以老板觉得这件事情有幕后推手，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针对温柔小姐，还是针对老板呢？只能说这是先从咱们这边发难，就看能不能及时止损了。老婆，你那个大秀准备的怎么样了？出了点问题。那怎么办？解决了。那就好。老公，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我觉得你怪怪的。可能是最近太累了。那等我们大秀结束了，去度假吧。好呀。怎么了？走。温柔，寻觅的事你知道吗？什么事儿？我自己看吧。这件事情严重吗？冯总那边已经听到了风声，去外面打听怎么回事了。他没有直接过来问我，说明他已经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也就更加不信任你了。你说这个事儿严不严重？世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如果任由舆论这样发酵下去，寻觅会怎么样？你担心寻觅之前，能不能先想一下你自己的秀啊？一旦公众认定寻觅参与了骗婚事件，他们自己的口碑崩了不说，你作为寻觅总裁的妻子，第一个受牵连。冯总那边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资金去留的，他现在跟我们拉开距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怎么做？跟善良撇清关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温柔啊，你一向很聪明，你的选择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你和善良的婚姻。你想一想，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付出也是需要回报的。我跟你说这些，只是跟你分析利弊，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手上。温柔，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分开？哪种分开？你要出差啊？不是，你还是回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吧。开什么玩笑？我是认真的。那你说说，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回家？我变心了，我想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变心了，变得更喜欢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你都别想把我甩开。就算你变成一只青蛙，我也会把你吻回人形。我到底哪儿不好了？你一定要搬走。你从一开始就有目的的在故意接近我。你长得帅，人又善良，工作能力也强，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花点心思呢？可是你让我误以为你家境很好，还在意大利创立了品牌，这些都不是真的。我品牌确实不是意大利的，但是我自己创立的呀。再说了，我家境好，是事实吧？你太虚荣了，什么东西都喜欢晒到网上。这不侧面反映出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你真的很情绪化，尤其涉及到你的家人就很敏感，什么事儿都能让你生气。可是你给足了我安全感跟自信，这一点我已经克服了。我不喜欢你跟苏子光在一起，毕竟他之前喜欢过你。你就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调味剂，我还没吃你们两个人的醋呢，感觉你们两个人聊天都比我跟他聊得多。哎，怎么什么事儿都能找到对你有利的理由？现在不是你在找各种的理由来证明你厌倦我了吗？我还需要找理由吗？你自己有这么多缺点，你自己不清楚？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脸皮厚，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肯坚持。哼，还说不爱我，把我最讨厌的豌豆全都挑出去了。我受够给你当牛当马的日子了。可是我很舒服呀，像我这种自私的人就离不开你这种无私奉献的人。幸福。唉，那既然这样的话，只能我们换一下，由我来宠你，而你呢，骗我、利用我或者色诱我。来吧！哎，你去哪？来呀！我心意已决，既然你不愿意离开，那就我走，我回爸爸家。唉，结婚都多长时间了，芝麻大点的事儿就知道回娘家。你别想跟我一起走。行，我也深思熟虑过了，你的诉求我同意，分居就分居。你不用再想想吗？这可是很大的事情，不用再考虑考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分居说的那么委婉，你干脆离婚好了呀，你又不是没吓唬过我。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吗？拿过来给我签字。离婚协议我还没有拟好呢，具体的细则咱们还要商量商量，不能马虎。行，那就把事情商量完了，聊完之后呢，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情给办了。来，说说咱们财产怎么分？房子给你，车子给你，所有东西都给你。你什么都不要。既然什么都不要，你这些也不能拿走，但是你必须带走。你好啦，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你公司的事情，所以我也没问你啊。我都陪你玩了半天的游戏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公司到底怎么了？那个江先生怎么好端端又跑出来了？既然知道是为了你好，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我是不想连累你。你不是说好了吗？彼此要坦诚相待，我不会再骗你，你也不能打着善意的幌子哄骗我呀。就算你是青蛙王子，我也可以把你吻回人形。就像当初结婚誓言说的，爱他，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是残疾，直至死亡，我们是夫妻。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跟你共患难的人。但是老公，你之前的顾虑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其实可以陪你放下一切，全部重来，但是我不能让普利莫达所有人的付出都白费了，所以我要发挥我的长项，玩一次舆论游戏。当然，你要相信我也是被迫的。只要能不离婚，你想要干什么我都愿意。那你要记住，一定要谨慎小心，戏要做足。唉，老马和栗子也离职了。昨天一共有272人退会费。月美和新爱那2家公司看咱们出了事儿，集体落井下石，找了很多人在网上散布谣言，顺便还给自己打广告。过分！错了立正挨打，冤了以牙还牙，给他们退会费，给那2个公司发律师函。哎，倩倩，我发现你刚才说那番话的时候，感觉挺 man 啊。是吗？我以前也不娘啊。又闹分手？不会又是骗婚的吧？再这样下去，东山也起不来了。是老板和温柔小姐。一别两宽，各自欢喜。祝好。老板，可是，不过，老婆，我演的特别真，他们全都信了。我马上去小茶厂。你们信吗？又来这套。不过老板这演技确实提高了。我是假的，我的 CP 都不可能是假的。I'm not perfect and I know you know it, but you take me just the way I am. I know that I'm safe with you, and I know you're the only one who is for me. I know you can't see yourself like I do, so you gotta trust me when I say I don't know how it's 老公，别看了，菜都要凉了。看着你我都不饿了。别看了，快吃饭。Every moment has been worth it. Every battle scar you earned it. Every honor you deserve it. Every imperfection's perfect. 'Cause you don't gotta be perfect to be perfect to me. I know that it's easy to forget sometimes when you're taking care of everybody else, but your soul is always shining through, and that's what I see when I look at you. It's your eyes. 你说，咱们还有必要每次出来都捂得这么严实吗？看电影。专心看电影。我这好不容易包了个场啊，亲一下呗。专心看。谁啊？好像是哪个明星啊？戴墨镜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分心？
你们在这躲什么？你是温馨的话，那你就是苏子光吧？他不是苏子光。不是吧？都这么久了，你还没转正啊？我在网上看到你们俩的分居视频，原来是作秀啊！不是的，我跟善良已经分开了。他不就是善良吗？不，你认错了，他绝对不是善良。善良现在跟苏子光在一块聊工作呢。对，他们在一起呢。这就对了。姐姐的事情你少管，我对你的事情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吧。快！不可能，不一定。温柔小姐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背着老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们真的分手啦？老板也太可怜了。不行，这种时候我们必须挺他。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啊？还是确认一下吧。温柔小姐会和别人约会？老板，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你放心，我小美会永远支持你，支持徐宓。我们3个商量过了，这个月工资不要了。谢谢你们，在寻觅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不离不弃。老板，其实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我去联系新客户。我去做新方案。我看见温柔小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逛街，那个男人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但是依然能看出来很帅。重点他们还手挽手，那个男人身材高挑，眉眼清秀，跟你的气质还有点相似。老板，你怎么还笑啊？是不是刺激太大？傻了？老板，你还好吧？虽然客户抛弃你，员工抛弃你，温柔小姐抛弃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眼熟吗？太像了，温柔小姐就喜欢这类型儿。小美啊，帮我订一下艾丽餐厅的夜景位。老板一个人去吗？你怎么来了？老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自己待着啊！今天我不是你的下属，你也不是我的老板，我们是朋友。我陪你一起祭奠那段爱情。我的确心里是有点难受，但是真的不用你来陪我。别逞强了，我都懂。我是你和温柔小姐爱情的见证者，你们从相遇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爱，今天我们不醉不归。老板，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巧合，温柔小姐也来这里用餐了。你别往我身后看，找个机会撵走。
所以你们没有分居？对啊，我以为你知道呢。为什么不告诉健健？咱不是说好保密吗？那你得分人的，我都告诉韩青了。韩青跟健健能一样吗？是我不好，我太高估自己了。他开玩笑的。你们先忙，我先走。健健，保密。我们为什么要来婚纱店啊？温柔她不是设计了一双婚鞋吗？我也想设计一双，所以我来找找灵感。你还真是什么都跟你姐比啊？小心点。先生、女士，你们好，请问你们看上哪一件了？我们不是……女士，您身材这么好，我觉得这件婚纱特别适合你。试一下吧。你想什么呢？不好意思，我们看看就好。啊，好的，魏欣啊，我一会儿公司有个会要开，那我们先回去。哦，那你就先回吧，我再拍拍照，再看看。啊，行，那回见。哎，小姐，你好，我想试一下这件。好的。Hello，我就知道你肯定想试一下，要不我也换上。苏子光，你过来。怎么了？你把手给我！你快点把它删了！不可能！你快点还给我！苏子光！健健，老板什么时候来呀？不知道，与我无关，我不配。你在说什么呀？看新闻了没？不知道，与我无关，我不配。现在网上把老板跟温柔小姐骂惨了。什么？凭什么骂他们呀？有个小明星的粉丝拍他哥哥，结果不小心拍到了温柔小姐和别的男生在一起。现在网上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骂老板，一拨人骂温柔小姐。这夫妻俩，一个做生意不讲信用，一个谈恋爱不讲信用，真是般配。寻觅还好意思宣称自己为会员营造浪漫的童话故事，我看呀，是血腥童话故事。女人呢，有钱的时候往上扑，没钱的时候赶紧溜。好女人就该共患难。女人嫌贫爱富，老公出事，她立刻离开。那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公司出这么大事儿，说明他自己就是个骗婚的，暴饮不爽，成天宣传爱情，到头来自己被爱情捅了一刀不？寡廉鲜耻，薄情寡义，卖的鞋也不是什么好鞋。骂我就算了，凭什么骂善良啊？他们太过分了，凭什么这么骂温柔？温总监，出事儿了！老板，温柔小姐秀场出事了。
不光是这里，咱们秀场的其他几个消防通道也都被堵住了。我们秀场的大部分灭火器也都是坏的，消防部门判定我们秀场消防不合格，整改完成之前不能再继续投入使用。之前不是来检查过说没有问题吗？怎么突然又要来检查？他们说是收到了举报。还不明白吗？就是有人故意陷害。那我们赶紧整改啊！你们赶紧把这些杂物清开啊！没有用的，现在清理完这些杂物，去申请复查。消防部门的人来复查完了之后还要等结果，你算一算这一共要几天？距离咱们大秀办还有几天？时间上来不及了，他们就是把时间算好。谁这么缺德呀？关键时候来使绊。很明显，就是想让大秀没法办。那怎么办？如果我们大秀延迟的话，和刘梦的工作时间也没法协调了。主要是很多商务都已经谈好了，没法做改变。你觉不觉得这件事跟寻觅的事都发生的太巧了？连风格都很像。